哎，你听说了吗？苏经理这次又拿下了一个1000万的单子，太厉害了吧？你说这得拿多少奖金啊？可不是嘛，也就苏经理能拿下这种单子。新来的会计，我是销售部的苏婉，这是我过去半年在南城出差的项目报销，一共17万4千元。陆总已经口头批过，你先入账。报不了，公司规定出差发票只能当月报销，而且每天补贴和住宿标准不能超过100块。你这些全超标了。我在公司5年，从没听说过这种规定，谁定的？我是财务，怎么报销我说了算。苏经理，别以为自己是销冠就了不起，我爸还是公司董事呢，在我这儿就得按我的规矩办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报不了，你没看上个月的邮件吗？过期作废，还有你这些希尔顿、万豪的单据，当公司是开善堂的，住宿标准每天100块，当我没见过世面？我出差半年，人一直在项目地跟进，怎么当月报销？这个1000万级的项目，客户点名要在5星级酒店，你让我带1000万级客户去住100块的招待所，那是你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谁知道你这项目是怎么拿下的？不就是去外面陪男人喝酒吗？装什么公司股神，恶不恶心？很好，看来我离开这半年，公司里来了个了不得的公主。跟这种没教养的疯子争吵，只会让我看起来像个泼妇。苏婉，1000万计的单子啊，你可是咱们公司的头号大功臣，快坐快坐。陆总，这个项目的艰辛您全程都看在眼里，可刚才我去报销，新来的财务不仅拒绝入账，还出言不逊。陆总算是我的伯乐，当初也是他让我转到销售的。苏婉，你是我见过最有韧劲儿的人，转去销售吧，只要有我在，公司绝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功臣。小林，来我办公室一下。陆总，您找我？这个苏经理的发票情况比较特殊，他出差半年，项目标的也大，你看能不能特事特办一下？不能。陆总，制度就是制度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如果为他破了例，以后财务工作还怎么开展？我爸也一直强调，公司的规范化管理要从细节抓起，哪怕是销冠，也不能凌驾于公司制度之上。苏婉啊，要不你先克服一下。你看，小林也是为了公司好，严格执行规定嘛。你作为公司的销冠老员工了，更要以身作则，支持新同事的工作，对不对？苏婉，你要多理解公司的难处，我们要顾全大局。现在是规范化管理的阵痛期，同事之间要互相体谅，这不仅是为了财务部，更是为了全公司的未来。我明白了，在董事女儿和给我创造1000万利润的功臣之间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。所谓的器重与承诺，在权力面前一文不值。苏婉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苏经理，看到了吗？在公司不是你业绩好就有特权的，现在是我爸说了算。以后啊，报销之前最好先来问问我，免得又像今天一样跑去陆总那里自取其辱。就是，婉晴姐说的对，公司就得有规矩，不能让某些人坏了风气。苏经理这出差半年，估计都跟社会脱节了，还以为是以前呢，不知道公司的风向早就变了。他们以为我吃了哑巴亏，只能忍气吞声。但他们不知道，对于一个顶级的销售来说，当规则不再保护你时，你就需要学会利用规则，甚至创造规则。苏小姐，您母亲后续打箱治疗费用了15万4200元，请尽快缴纳。这17万。有10几万是我垫付的项目款，这笔钱是我给妈妈准备的救命钱。婉婉，你妈查出肺癌了，晚期。婉婉，你别急着回来，家里钱不够，你妈妈的药。苏总，客户顾总到了，这事临门一脚了，全看您了。爸，找最好的医生，钱的事情我来解决。
拿下这个项目，拿到奖金，妈妈就有救了。我以为我是为母亲披荆斩棘的战士，可凯旋归来才发现，后方的粮草被我拼命守护的人一把火烧了。陆明远、林婉晴，这笔钱我可以不要，但这个公道我必须亲手讨回来。关于公司差旅报销制度更新的通知，现已将出差住宿标准调整为100元每天。发布日期是上个月，正好是我签约成功的前一周，这不是偶然。苏总，想通了。这3年我等你的电话等的头发都白了。王哥，时机到了，帮我约一下宏远科技。只要你肯动，满行业的合同随你挑。顾总，晚上好。这么晚打扰，是因为关于我们2期的后续合作，我有几个新想法，想和您沟通。苏经理，这么敬业，你说。作为项目负责人，我必须站在您的立场提醒一句：公司近期人事和财务政策变动剧烈，这种不稳定可能会对2期的执行效率和资金安全构成潜在风险。另外，我听说宏远科技最近挖走了华南的技术总监，他们的新产品似乎在某些性能上更贴合您的需求。我只是作为朋友善意提醒。苏经理，谢谢你，你是我见过的最负责任的乙方负责人。我会马上让团队重新评估2期合作的风险。林婉晴，你以为你在捍卫公司的规矩，很快你会明白，在这个行业，客户才是最大的规矩。游戏开始了。苏婉，你终于想通了。你知不知道整个行业有多少家公司排着队想挖你？这3家都是头部，职位全是销售总监，薪资你随便开，期权分红都好谈。尤其是这家宏远科技，老总指名道色，只要你肯点头，他愿意把华东区的市场交给你，团队随你挑。王哥，我今天不是来选 offer 的，我是来让你帮我做个局。你呀，你还是那么滴水不漏。说吧，要我怎么配合？很简单，宏远科技的 offer 你帮我接洽，细节谈得越具体越好，姿态摆得越高越好。但是先不要答应，你只要把这个消息不经意地透露出去，让整个圈子都知道，宏远科技为了挖我，愿意连我手上的项目一起买单。我懂了，我会把风放出去。宏远为了顾总那个1000万项目，愿意出这个数的签字费。很好，把这个价码也不经意地传到陆明远和林董的耳朵里。好，你看，这就是职场。在一个地方，你所有的功劳都抵不过关系户的一句话；而在另一个地方，你的功劳却是别人愿意用真金白银来抢夺的宝藏。苏婉，马上来我办公室。苏婉，你可算回来了。顾总一早打电话过来，说要重新考虑2期的合作，1000万级的项目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陆总，我不太清楚，我昨天一整天都在休假。就是你，一定是你跟顾总说了什么，你就是想报复我，报复我不给你报销，所以才在背后捅刀子。林小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我只是一个销售经理，能对公司1000万级的项目产生什么影响？倒是你，作为财务，
你的工作作风和专业能力，或许更能代表公司的形象吧。陆总，你看他到了现在还在推卸责任。徐婉晴，够了！小林，你先出去。苏婉，这张报销单我特批，今天就给你报。你看，顾总那边，你能不能再去沟通一下？这个项目对公司太重要了，不能有任何闪失。2天前，我为了他，在这里被他们联手羞辱。2天后，他又被当作求和的橄榄枝递了回来。顾总那边我会尽力沟通，毕竟我是公司的一员。不过，我认为这次的危机根源在于内部管理混乱，财务部门缺乏专业素养，恶意刁难工程，寒了人心，也影响了公司的外部声誉。如果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，就算稳住了顾总，以后还会有王总、刘总。你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第一，这笔钱今天下班前必须到我账上。第二，林婉晴必须在公司周一的全体例会上，就她的不专业行为和对我个人名誉的诋毁，向我公开道歉。这小林可是林董的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您，宏远科技给我开了销售总监的职位。您说我要是带着顾总的项目过去，林董的脸色会不会比现在还难看？现在轮到你们来选了，是保一个懂事的草包女儿，还是保住公司未来1年的核心利润？苏婉，你这是在威胁公司！陆总，我不是在威胁公司，我是在向您陈述一个即将发生的事实，并给您一个避免它发生的机会。您是一位成熟的管理者，应该明白千万计的利润和一个董事的面子，哪个对公司的年报更重要？而我的耐心和对公司的归属感正在被快速消耗。财务部吗？我是陆明远。对，有一笔苏婉经理的差旅报销我特批了，今天下班前必须到账。周一的例会我会安排。现在可以去给顾总打电话了吗？当然。这只是第一步，林婉晴，周一见。会议最后，我宣布一项决定：上周，财务部的林婉晴在处理苏婉经理的报销流程时，存在不严谨、不专业的行为，并发表了极其不负责任的言论。这种行为严重影响了同事间的协作。现在，请林婉晴同志当众向苏婉经理道歉。林婉晴。苏经理，对不起。声音太小，没听见。对不起！我接受。希望以后财务部能提升专业素养，不要再发生类似影响公司声誉的事情。陆总，我还有个项目会议要准备，先走了。小苏。
苏经理，你上次申请的那个项目执行资源我已经全部批了，一路绿灯。顾总那边，这次多亏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稳住他，2期合同重回谈判桌，你可是头号功臣。陆总客气了，都是为了公司。好，你忙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一切似乎都回到了正轨，甚至比以前更好。但我知道，这风平浪静之下是更汹涌的暗流。喂，哪位？是苏婉，苏经理吗？我是。我是林正红。林婉晴的父亲，公司林董。林董，找我有事？苏经理年轻有为，业务能力出众，我很欣赏。不过年轻人做事有时候锋芒太露，容易伤到自己。小女婉晴不懂事，给你添了麻烦，我这个做父亲的替她给你赔个不是。林董严重了，周小姐只是严格执行公司规定。明人不说暗话，苏经理，我知道宏远科技在挖你，我也知道你手上的顾总对公司意味着什么。这样吧，我私人给你补上20万，算是对我女儿不懂事的补偿。另外，我会在董事会上提议破格提拔你做销售部的副总监，你呢就安安心心的留在公司，把顾总的项目做好。之前那些不愉快就当是个误会，让它过去。你觉得呢？他用钱和职位给我画了一张巨大的饼，言下之意很清楚，拿了好处，让这件事彻底翻篇。林董，我恐怕要让您失望了。苏婉，看来你还没有真正理解什么叫职场。你以为你手上有个大客户就能和我平起平坐的谈条件？这家公司姓什么？不由你，也不由陆明远，更不由那个顾总。我明白，你会为你的年轻气盛付出代价。代价，那就看看谁先付不起。公司高层研究决定，考虑到顾总这个项目的重要性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从今天起，由王副总监介入，与你共同负责。共同负责，所有对外的关键沟通必须由王副总监主导。苏婉，这是为了大局考虑。王副总监，公司里出了名的老油条，没实际业绩，但最擅长抢功和甩锅，是林正红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。小苏啊，坐。你做的这些前期工作我都看了，很扎实。但是年轻人思路还是太局限在技术层面，不懂得高层博弈。顾总这个项目，后续的关键不在产品，在关系。你那一套技术参数，在真正的酒局面前一文不值。那王总监的意思是，以后跟顾总的接触由我全权负责，你就跟在后面学着点，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商业运作。明白了，想抢我的桃子，王总监就怕这桃子太硬，你这把老骨头啃不动。你看2期的报价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再让利5个点，把诚意做足，然后安排一场高规格的晚宴，把顾总和几位副总都请来，这事儿不就成了吗？顾总的公司以技术为核心竞争力，最反感的就是这种酒桌文化和无意义的降价，这只会让他们觉得我们产品没底气。这套过时的玩法是在把项目往火坑里推。王总监，顾总最看重的是我们下一代芯片的适配性和交付周期，贸然降价只会让他怀疑我们的产品质量，而且他本人对酒精过敏，从不参加非必要的应酬。你这是在教我做事儿，苏婉，你要搞清楚，现在这个项目我才是主导，年轻人有点成绩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，你只需要配合执行就好，别的轮不到你插嘴。好的，陆总，我会全力配合王副总监的工作。这还差不多。既然你们想玩死这个项目，那我就送你们一程。那个小苏啊，去年的芯片测试报告给我找出来。
我要研究一下。好的，王总，在第102号文件夹，我已经给您整理好了。这就对了嘛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行了，剩下的你盯着，我有个局先走了。喂，顾总，您好。苏经理，我刚听说你们公司内部做了人员调整，换了一个姓王的来跟我对接。是的，顾总，王副总监是我们公司资深领导，经验丰富，公司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您。苏经理，我再说一遍，这个项目我只认你。如果负责人不是你，那么2期的合作现在就可以终止了。你让那个什么王副总监，或者你们陆总，明天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。王总监，你要的大局来了。听说了吗？陆总一早就被林董的电话骂疯了，那动静隔着3层楼都能听见。能不骂吗？千万级的单子差点被王副指挥官给搅黄了，顾总直接下了最后通牒。苏总监，恭喜恭喜！我就知道您肯定能更进一步。苏总监，以后咱们销售部可全看您带路了。苏总监您好，我是新来的总监助理林婉晴，从今天起我负责协助您的一切工作，请多指教。林正红这只老狐狸确实比他女儿高明得多，强硬的打压只会让我加速逃离，所以他换了一种玩下，屈辱。他把董事千金送到我面前做助理，既是向我示弱，也是一种监视，更是一种捧杀。他要让全公司的人都看着我如何折磨他的女儿，只要我稍有不慎，就会落下一个恃宠而骄、刻薄寡恩的罪名。好的，林助理，很高兴能与你共事。这是顾总项目过去3年的全部对接文件和会议纪要，你在明天中午之前全部看完，并写一份不少于5000字的分析报告给我。报告要涵盖项目痛点、客户潜在需求以及2期合作的风险评估。好的，苏总监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去忙吧。想要以此来博取同情，反咬我一口，那我就给你这个机会。苏总监，这是您要的分析报告，请过目。排版清晰，逻辑严密，他甚至分析出了我之前都未曾深入考虑过的潜在风险，这绝不是一个草泡公主能写出来的东西。我明白了，林正红不仅仅是把他安插在我身边，他这是在用我来当他女儿的磨刀石。他要让他亲眼看着我如何工作，学习我的方法，分析我的模式，直到有一天他能完全复制我，然后再彻底取代我。婉晴，林总监给你的活干完了？刚交上去。苏总监教了我很多，辛苦一点也是应该的。接下来的2周，林婉晴的表现堪称完美，收发邮件、安排会议、整理报告，她做得滴水不漏，效率甚至超过了大多数老员工。苏总监，您的咖啡，下个礼拜的客户排程我已经确认过了，资料放在您桌子的左手边。知道了，出去吧。好的。你发现那个林婉晴好像也没传闻中那么差，做事挺认真的，昨晚还加班到10点。是啊，我看苏总监也太狠了，天天给他布置那么多活，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？
再怎么说人家也是林董的亲女儿。这就叫功高债主，现在又得理不饶人。你看吧，他这样早晚要吃大亏。林董能看着女儿受委屈？苏婉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宏远科技那边刚传来的消息，他们截胡了沈总的项目，那是我们跟了半年的大单子。负责项目的经理昨天刚辞职，我现在去调服务器资料，发现最后那封关键报价邮件的所有记录都没了，那是公司的机密。陆总，最后报价邮件负责存档备份的是林婉晴。现在追究谁备份有什么用？公司损失了这个客户，你知道后果吗？你这个副组长是怎么当的？陆总，现在追究责任确实没有意义，最重要的是挽回损失。沈总您好，我是苏婉，恭喜您找到了新的合作伙伴，是我工作上的疏忽，没能及时跟进您的最新需求，深感抱歉。合作不成，情谊在，以后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，随时找我。另外，关于您公司上季度提到的生产线智能化改造难题，我前几天刚好认识了一位这方面的顶级专家，或许能帮到你。我已经把他的联系方式发到您微信了，就当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。这就完了？你不去争取一下，你这就认输了？我从不把公司的服务器当作唯一的保险柜，尤其是当办公室里有一只身份不明的猫的时候。陆总，沈总那边我可以处理，但是公司内部的安全漏洞，您打算怎么处理？漏洞？你是说报价邮件在公司服务器上被精准删除，这可不是一个普通员工能做到的操作。我需要 IT 部门立刻介入，对过去24小时内所有访问过相关文件夹的记录进行最彻底的排查。我要一份带有 IP 地址、登录时间和操作记录的不可篡改的报告。而且这件事，我希望由您亲自督办。毕竟，如果连核心客户的报价都能在公司内部随意消失，那这家公司恐怕也留不住真正想做事的员工。您说呢？一边是懂事的草包女儿，另一边是能挽回千万损失，并随时可能带走半壁江山的萧冠。这道选择题，陆明远知道该怎么做。我明白，我马上去 IT 部，今天下班前报告一定交到你手里。你自己看。唯一的删除指令来自林婉晴工位上的那台电脑，操作时间就在王副总监离职，我被任命为副总监的当天下午。动机、证据，完美闭环。他怎么敢？他疯了吗？陆总，现在不是愤怒的时候。您是 CEO， 这件事儿您打算如何处理？是公开处理以儆效尤，还是私下解决，维护林董的面子？公司不是任何人的家族企业，这种蛀虫绝不能留。通知人事，准备公告，立刻开除。林婉晴，你父亲教你用权力玩规矩，今天我教你什么叫被规矩反噬。
苏婉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非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？林董，我什么都没做，我只是在保护我自己的项目以及公司的利益。是您的女儿做事太绝了。你开个价，这件事不许报警。林董，这份报告，我想不仅我有，陆总有，公司的法务部应该也配份。您是老江湖，应该比我更懂法律。商业间谍罪和非法删除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，哪一个判得更久一点？林董，现在不是您问我想干什么，而是您能给出什么样的筹码来换您女儿的自由。苏婉，你赢了，说吧，你的条件是什么？只要你不追究婉晴的刑事责任，什么都好谈。我的条件很简单：第一，下个月的董事会，我要一个正式的董事席位；第二，我要公司销售体系的完全独立决策权，包括人事任免和财务审批；第三，未来3年，您在董事会的任何投票都必须与我保持一致。你这是要架空我？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不，我只是在拿回我应得的东西，顺便教您懂得什么叫真正的规矩，一个能保护奋斗者，而不是关系户的规矩。成交，把报告原件销毁，明天来我办公室签协议。现在进行最后一项表决，关于任命苏婉女士为公司董事兼销售副总裁的提案，请各位投票。苏总，这是下个季度的销售策略，您看哪些地方需要调整？您不点头，我们绝不动工。放那儿吧，我晚点。好，那我不打扰您了。这半年我彻底稳固了公司的销售体系，并签下了2个比顾总更大的单子。陆总很清楚自己的位置，凡事必先征求我的意见。各位，这是我的辞职报告。苏婉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现在公司形势大好，你疯了！你费尽心机爬到这个位置，现在要走？林董，这个位置我坐够了。既然已经成为了制定规则的人，那我也该去建立属于我自己的帝国了。陆总，不用送了，这片江山我留给你。苏婉，从你那天在咖啡厅让我做那个局开始，我就知道你不是想跳槽，你是想拆了对方的庙，自己建一座神殿啊？我做了10年猎头，还是第一次见到你这种玩法，直接把平台和人才一起打包带走，佩服。佩服，王哥，在这个圈子里，规矩永远是强者制定的。我只是不想再听别人的规矩了。婉婉，花开了，我身体很好，别太累了。妈，现在的天是我自己的了。讲，顾总、沈总已经在会议室等您签2期合同了。我马上到。
当初你们用一套僵化的规矩来审判我，逼我屈服。后来你们又想用金钱和职位收买我，让我成为规矩的一部分。但你们从没想过，我想要的从来不是在你们的规矩里赢得游戏，而是成为那个制定规矩的人。苏总，这是刚刚落地的3个项目，另外之前避而不见的几家同行今天都发来了合作邀约。婉婉，医生说我各项指标都稳定了，下周就能出院回家养着了。所有的奔波与算计，在这一刻都有了归宿。当初为了母亲的药费，我忍辱负重，被诋毁算计。如今，我终于有能力护她周全。苏总，冒昧打扰，我想跟你谈一谈。小张，泡茶。陆总，好久不见，稀客。苏婉，我知道我当年对不住你。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选择了息事宁人，偏袒林董事父女，让你受了天大的委屈。自从你走后，公司就彻底乱了。林正红那个老狐狸独揽大权，只知道任人唯亲，原本的销售骨干被他挤得走了个精光。顾总和沈总的项目彻底黄了，以前你签下的那些老客户，一听说你开了公司，全都转投你这儿来了。公司业绩断崖式下跌，已经连续2个季度巨额亏损。董事会已经给我发了最后通牒，再没起色，我就要被撤职了。苏婉，我知道你这孩子心软，我求求你，看在当年我是你伯乐，一手提拔你的份上，拉公司一把吧。只要你愿意回来，销售副总裁的位置还是你的，董事会席位我帮你争取，薪资期权你随便开，只要你回来，什么都好商量。陆总，您记性真好，还记得伯乐这2个字。当初我求你主持公道时，你说要我顾全大局，现在你走投无路，却来跟我讲私人交情。陆总，当年我拿着发票求你特批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说我要以身作则，要顾全大局，要理解新同事。现在公司走投无路了，才想起我这个功臣。是我糊涂，是我有眼无珠。苏婉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就当可怜可怜我，帮帮公司吧。那么多老员工跟着公司10几年了，要是公司倒了，他们都要失业了啊。老员工是无辜的，但规则从来不是我破坏的。当年林正红用权力践踏规则，你选择妥协；林婉晴恶意刁难、造谣诋毁，你选择视而不见。你们用权力庇护关系户，用冷漠寒了奋斗者的心。如今的结局都是你们一手造成的。我可以不挖走公司剩余的核心客户，也可以和公司达成合作，把一些非核心的项目分包给你们。但我不会回去，我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规则，不想再回到那个被权力裹挟的泥潭里。真的，你愿意和公司合作？我不是帮你，也不是帮林正红，我是帮那些曾经和我一样认真做事、努力奋斗的老员工。但合作有条件：第一，公司必须彻底清除任人唯亲的风气，财务制度公开透明，杜绝特权；第二，林正红必须辞去董事职务，永远不得干涉公司经营；第三，所有合作条款必须以我的公司为主导，你们只有执行权。这些条件你回董事会去谈，谈得拢，合同签下来；谈不拢，那就让公司在你们的旧规矩里烂掉吧。苏总，这是董事会全票通过后拟定的合作协议，您提的所有要求我们一字没改，请您过目。
谢谢。签字不是因为我原谅了他们，而是因为我放下了那些伤害和屈辱，我从未忘记。但我不想让过去的阴霾困住我的未来。陆总，希望以后你能真正明白什么是规矩。明白，以后一定按您的规矩办。苏总，对不起，我在国外过得一点都不好，我爸丢了职位，家里的生意也全垮了，我没有钱，没有朋友，我每天都活在后悔里。对不起，我知道我当年错了，不该仗着我爸的权力刁难你，不该造谣，更不该恶意删除数据，破坏项目。我为我的幼稚和傲慢向你道歉，对不起，苏婉，真的对不起。林婉晴，事到如今，道歉已经没有意义。你出身优富，本该凭借自己的能力立足，却偏偏把权力当作嚣张的资盘，把别人的奋斗当作理所当然。你要记住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特权，只有永远的实力。靠家里得来的东西，终究会失去，只有你自己挣来的，才握得住。曾经我在别人制定的规则里挣扎求生，被权力打，被关系刁难。如今我打破旧规则，建立新秩序。我不再是那个为了报销四处求人，被造谣却只能隐忍的销售经理。苏总，这是下周行业峰会的邀请函，主办方邀请您作为主讲嘉宾，分享您的创业经验。回复主办方，我会准时参加。好的，苏总。婉婉，妈终于可以回家了。我们回家。下面让我们有请婉星咨询创始人兼 CEO 苏婉女士。好。很多人都喜欢谈规则，但规则不是为了让人低头，也不是为了让掌权者更方便。好的规则应该让真正做事的人知道自己不会白白承担风险，也不会在事情做成之后反过来被程序和权力吞掉。有些话不必说透，听得懂的人自然会懂。苏总，改天一起吃个饭。我们集团有个项目，想请婉星接一下。苏总，方便做个简短采访吗？苏总，久仰，启耀资本何嘉诚。你今天这场演讲很有意思，尤其是那句“规则不是让人低头的工具”，很有理想主义色彩。做企业的人多少得有点理想主义，不然只剩下算账了。理想主义可以有，但企业走到你这个阶段，最重要的还是规模化、可复制、可管控。启耀对你们很感兴趣，如果你愿意，我们找个时间聊聊。好。资本看重的从来不只是你的未来。
公司成立不过几个月，人数已经从最初的10几个人扩到了40多。苏总，人一多，问题也跟着来了。以前很多事儿靠我一句话，靠核心团队之间的默契就能推进，现在不行了。流程、权限、留痕、协同，每一项都开始变得重要。峰会效果不错，媒体稿子已经发出来了，几个潜在客户也有了动静。另外，启耀资本那边刚刚联系行政，说想来做一轮尽调。你怎么看？如果能拿到他们的钱，对我们扩张是好事。现在项目一个接一个，人、系统、法务、财务都要花钱，只靠回款滚动，节奏会慢。钱当然是好东西，尤其是在公司跑得最快的时候。可我更清楚，资本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看好你，他们看重的不只是你的未来，还有你手里的控制权。徐姐，我不是不配合补材料，我是真的等不了。那边医院催款了，我信用卡也快刷爆了。这个项目是临时驻场，客户那边天天开会，我根本没办法按自然月回来报。我明白你的情况，但现在系统里没有长周期驻场这个报销分类，你连续2个月住同一家酒店，还有大额接待和交通加急，金额超出普通标准太多。按现有流程，我必须卡住，等补齐项目备案和客户接待说明。怎么回事？苏总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影响大家工作，我就是……先进来，你也来，通知 HR 和法务过来。把陈志那个西南项目的备案、补充协议、会议记录和差旅申请全部调出来。西南工厂位置偏，配套差，客户要求乙方负责人全天待命，期间加开了几轮方案论证，住宿标准确实不能按普通差旅去套。你家里怎么回事？我爸上个月做了心脏支架，我本来想等项目结了拿提成周转，没想到客户那边又拖了半个月，酒店、机票、打车全是我先垫的。医院今天早上又发了缴费单，我才有点急了。每个人都明白，眼前这件事不只是几张发票，它曾经也差点是我的天塌下来。你的意见？从合理性来看没问题，但问题在于制度缺口，现有流程只适用于短期差旅。如果我直接放，会留下一个全靠主管主观判断的口子，以后财务会很难管。他说的没错，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他。他不是在为难陈芝，而是在替公司守门。如果今天这件事不是报销，是劳动争议，你们怎么看？从员工保障角度，让员工个人大额垫付，公司风险很大。如果没有预支机制，很容易出问题。而且一旦导致员工信用或家庭紧急支出受损，公司在管理上会很被动，这属于流程不完善，不是员工单方责任。好，那这件事今天定。第一，陈芝，你的费用按项目特殊差旅先行处理，下午5点前先给你拨一笔临时周转金，金额按已核付费用的70%走，剩余部分许进。你今晚带人核完，明天下午结清。第二，从今天开始，所有驻场超过15天的项目纳入长周期差旅机制，按周提交行程，按半月报销。客户接待标准改为项目分级事前报备，不再一刀切。第三，建立员工家庭紧急医疗预支通道，金额上限先定10万 ，HR 和财务双审，我审，只要材料真实，最快当日到账。我定规矩是为了让做事的人不用求人，更不用在这儿哭。苏总，制度这么改确实能解决燃眉之急，但我担心以后有人会钻空子，借着项目特殊4个字乱报。当然会有人想钻，所以制度不是只给温度不给边界。徐静，你来牵头，我要一版新的插图预支规则，项目分级、审批节点、留痕方式、抽审比例、违规处罚，一条都不能少。我要的是让认真做事的人不用求人，但想占便宜的人一步都走不过去。明白了。至于你，这次不是你做错了，你唯一做的不够好的地方是有问题没第一时间上报，自己硬扛。以后别学我以前的毛病。谢谢苏总。
我知道他们不是在看一笔报销有没有批下来，他们是在看我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让人低头的掌权者。苏总，齐耀的意思很明确，我们很看好晚星，愿意给足估值和资源，但前提是公司必须尽快完成规范化改造。苏总，规范化3个字是资本入场的底线。何总，你们调查的挺快。资本做事一向讲效率，尤其是像晚星这样跑得快的公司，更需要有人帮你把方向盘握稳。资金、系统、品牌背书，企要能给的确实很多，但我清楚，一旦让不懂业务的人拿着静态表格去决定动态项目，受伤的一定是前线。苏总，企业做大，一线要效率了一部分灵活性，但资本看重的是可复制、可穿透。比如你前几天为员工特批差了预支，从情感上我理解，但从管理上这非常危险。危险在哪儿？危险在于先例。任何制度一旦给特殊情况留下过大的解释空间，最终都会失控。真正成熟的管理不应该依赖老板的善意。这话说得很漂亮。如果我没经历过以前那一切，或许我也会觉得他们只是专业。可惜我经历过。你们说的对，成熟的管理确实不该依赖老板的善意。所以我做的不是特批，而是把真实业务场景写进制度。长周期项目按编码备案，项目经理、财务、HR 三方留痕，差驴按周期结算，不按自然月卡死。超预算项目必须说明业务原因，并接受随机抽审。家庭紧急医疗预支有额度、有材料、有审批链，所有异常费用自动进入审计池。何总，这叫制度化，不叫情绪化。但这套制度管理成本太高了。做项目本来就有成本，你们的问题不是想把公司做规范，而是想把所有不确定性都压给一线员工，把所有灵活空间都收回财务表。这样做，财务报表会很好看，但项目会死得很难看。苏总，资本不相信温情。巧了，我也不拿温情做管理，我拿证据、流程、节点和流脂做管理。你要投的是一家项目型咨询公司，不是一家靠砍拆开费做利润的壳公司。如果我们坚持这些条件呢？那只能说明我们不适合彼此。苏总，希望你以后不会后悔。你真打算放弃企要？那可是圈子里最有实力的资方。不是放弃，是没必要拿控制权去换一根看上去更粗的绳子。可咱们的现金流压力是真的，项目铺得太快，钱撑不了太久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们接下来更要把制度立住。只有把组织跑顺了，我们才有资格挑资本，而不是被资本挑。苏总，有件事儿我得立刻跟你说。韩瑞，公司初创就跟着我的人，业务能力一般，但资历老，在团队里很有分量。问题在哪儿？我在做随机抽审时发现，他报销的那顿客户晚宴，客户当天根本没到场。系统记录显示，双方那天开的是线上会议。我特意查了一下，那天他根本就没去，客户也没去，就他一个人去的。还有酒店，我查了入住流水，他登记的是双人入住，但项目组只有他一个人在当地。不是流程问题，是有人想钻新制度的口子。先别声张，调他那周的出差轨迹、打车记录、会议教要。另外，项目群的聊天截图，还有客户秘书那边的确认邮件，全部整理好，证据链要完整。已经在收了。苏总，我还有一个担心，韩磊毕竟资历老，跟着你一路出来的，不少人心都向着他。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，大家会觉得新制度是拿新人示好，拿老人开刀，那就更得处理好。制度的边界就是从这种时候立起来的。至于那多出来的一个人是谁，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
事实已经足够完整。苏总，什么事儿这么正式，连法务都请来了？你自己先看看。哦，这个啊，是不是财务那边有什么误会？那天客户临时有变动，我就带人去探了探场地，顺便做了点关系维护。你也知道，很多事儿没法写在纸面上。哪个客户？就是王总那边的人。秘书已经确认，当天你们没有任何线下见面。还有酒店，你报的是单人驻场补贴，实际入住2人，多出来的人是谁？苏总，说到底不就是1万多块钱的事儿吗？我替公司跑了多少客户，喝了多少酒，熬了多少夜。公司现在规矩一条条的定起来了，我报点辛苦费怎么了？再说了，这种事儿以前哪家公司没有？犯得着为了这点钱就对我上纲上线？你闭嘴！很多年前，林婉晴靠背景逼我低头，现在韩瑞想靠资历过显规则，说到底都是一回事。韩瑞，你替公司做过事儿，公司记着，提成、升职、奖金、分红，这些都是你该得的。可你不能因为做过事儿就把手伸进不属于你的地方。你今天有2种选择：第一，承认虚报，退回全部款项，公司按制度解除劳动合同，并保留追责权利；第二，你坚持自己没问题，那我们就把这件事交给法务，按完整流程走，包括客户核实、票据复验、系统留痕、商业诚信问题，一项不落。你非要这样？不是我要这样，是你先这样了。公司保护的是认真做事的人，不是打着做事名义占便宜的人。你今天偷1顿饭钱，明天就会有人偷1个项目，后天就会有人偷1家公司。晚星的第一批规矩不能坏在我自己人手里。听说了吗？韩瑞真的走了。我还以为苏总会看在老资历的面子上抬抬手，没想到真动真格的。出乎意料，团队没有因为老员工被处理而动荡，反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新制度保护的从来不是某一类人，而是边界。苏总，这是最终稿。苏总，你当初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事？你今天处理陈芝的时候，像是在救别人；处理韩瑞的时候，又像是在拦着什么东西重新长出来。每家公司早晚都要遇到这样的事儿，只是有的人在第一次的时候就把方向走错了。苏总，很多创业公司在扩张时都很矛盾，一方面要给前线空间，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内部失控。您觉得有效的规则到底偏向哪一边？我想起那个昏暗的公寓，想起催费短信和手边的胃药，那时的我怎么也想不到，有一天我会在这里回答关于规则的问题。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，规则不该在偏向业务和偏向风控之间2选1。真正有效的规则是把真实业务场景和风控边界同时写进去，它既不让做事的人去赌运气，也别给投机的人留口子。很多企业的问题不是没有制度，而是制度对一部分人是约束，对另一部分人却只是工具。今天拿它卡前线，明天拿它包庇自己人，这样的制度越精细，伤人越深。苏总，久仰，我是晨曦制造业集团的副总裁。您好。诚恳说，你刚才在台上说的那些，我很认同。我们不做财务投资，只做产业协同。如果你想做系统和交付平台，我们可以谈战略合作，不碰你们的经营权，只给资源和订单。我会让秘书联系您，何总。有些路，果然是要拒绝掉一条，另一条才会真正出现。今天怎么这么早？会议结束的早，就来接你。你最近是不是很累？还好，还骗我。你从小就是这样，越是有事，越说没事。婉婉，你现在的公司和以前不一样吧？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以前很多时候，我得先证明自配得上被公平对待。现在，
我想让跟着我的人不用先受委屈，才换来一句公平。那就好，你吃过的苦，别再让别人也吃一遍。许主管，我这项目跨了2周，客户那边还有2笔支出没来得及补录，会不会先不批呀？你是 A 类驻场项目，昨天项目经理已经补完说明了，系统今天下午自动跑批，钱应该已经到账了。你看看手机。那不是对某个老板的崇拜，也不是对权力的畏惧，那是知道自己在这里认真做事，就会被规则接住的安心。我曾经在别人的规矩里拼命讨公道，后来亲手撕开那些特权，才发现真正难的是在拥有权力以后，不成为下一个让人低头的人。现在我终于写下了晚星的第一条底线：规则不是用来为难奋斗者的，它存在的意义是让后来的人不必再为同样的事委屈、低头，甚至拿命去补一句通融。我的故事还在继续，只是这一次，我不再是在别人规则里艰难求生的人，我正在建立一套新的规则，让真正做事的人走得更稳，站得更直，也活得更像自己。